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中国简报的文章。秦刚说中美会有冲突，独家分析美国对蔡英文访美突然刹车。这里是中国简报2023年3月7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权威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权威独家分析。如果我们的内容对您有价值，请订阅我们的内容。独家分析：美国不想佩洛西访台的险棋重演一次，麦卡锡、蔡英文都谨慎。麦卡锡议长不是立即访问台湾，蔡英文总统不是前往华盛顿，两人计划4月在加州见面。这显示美国不想佩洛西访台的险棋重演一次。对于蔡英文而言，这算一个突破，不仅仅是可以见到美国议会领袖，而且可能去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说。北京必会愤怒的，他们早认定美国在对台湾实施切香肠战略。其实，每当美国对台湾政策突破时，北京也借机对台湾进行更加接近的军事威胁。他们谢谢佩洛西议长，没有佩洛西不顾一切的访台，你觉得北京对台湾实施封锁会有更好的借口吗？在周六8点节目中，我同意美国对台湾实施切香肠战略的说法，同时认为北京也在切香肠。问题是，台湾香肠有多大？真要切到刀刃相见？不，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是毁掉平衡的蠢行。没有一方可以肯定能从战争中得益。美国意识一旦不能保护台湾，就会失去亚洲国家的信任。而真要开战，就要做好核战的准备。所以，我不同意美国蓄意牺牲台湾来打击中国的说法，更不相信拜登总统会有什么毁灭台湾的计划。当然，香肠总是诱人的，小片切也是切，只是小心切了自己的手指。本文作者和平，中国简报分析专家。2023年中国两会，外交部长秦刚首次亮相全国人大媒体。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举行了2个月前晋升以来的首次年度新闻发布会。他接替了长期前任王毅的职位，王毅被任命为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秦以强硬立场而闻名，曾在两国关系紧张时担任驻美国大使。在新闻发布会上，秦强调中国政府优先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和平、合作、互利。他还表示希望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和理解。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新疆侵犯人权和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贸易战等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加剧。秦升任外交部长被视为习近平总统信任他的标志。观察人士指出，秦为习近平的海外访问做出安排的方式是赢得国家主席信任的关键因素。此外，他担任驻美国大使的经验表明，他有能力管理中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关系。然而，秦国在外交事务上的强硬立场也可能导致与西方政府的进一步冲突。中国警告美国不要越过台湾的红线。DW。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美国不要干涉台湾事务，称其为红线。作为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承认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秦指责美国对双边关系恶化负有责任，称美国对华政策偏离了正轨。他还批评了据称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称如果华盛顿不改变轨道，就会发生冲突和对抗。中国称乌克兰危机由看不见的手驱动。Reuters。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呼吁就乌克兰冲突进行对话，
声称乌克兰冲突是由具有某些地缘政治议程的看不见的手推动的。在越来越普遍的言辞中，他说冲突、制裁和压力不会解决问题，相反，需要立即进行和平谈判，以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秦重申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是在北京与欧盟之间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发生的。欧盟质疑中国作为调解人的诚意，因为他拒绝将俄罗斯列为冲突中的侵略者。欧盟认为中国正在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在俄罗斯的商业利益，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在乌克兰冲突中使用了中国的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大声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对此，秦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一方，也没有向冲突双方提供武器，所以这种对中国的指责、制裁和威胁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然而，北京越来越关注推动乌克兰局势发展的看不见的手，这可能被视为部分试图摆脱冲突，认识到中国与欧盟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此外，中国最近指责欧洲在管道专案上的双重标准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与 EIU 的紧张关系。欧盟支援其成员国停止建设俄罗斯南溪天然气管道的权利。然而，中国领导人表示，欧盟通过授权豁免欧盟规范，正在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争辩说，在涉及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专案方面，例如计划中的布达佩斯和贝尔格勒之间的天然气连接，欧盟条例的解释有利于能够投资当地基础设施的特定公司。因此，随着能源安全被提上欧盟议程，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也将上升。中国是欧盟能源基础设施发展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中国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方向，肯定会有冲突。Reuters，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指责美国对中国进行压制和遏制，而不是竞争，并声称如果他们不改变道路，他们的错误可能导致冲突和对抗。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刚告诉记者，如果美国政客不改变对中国的基调，就有打破底线的风险。他认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鲁莽赌博有可能损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损害人类的未来。这份报告发布之际，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在据称由中国发射的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的争议之后，紧张局势恶化。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多年来一直陷入激烈的贸易战，双方都对彼此的商品征收价值数10亿美元的关税。这场争端导致双边关系更广泛恶化，中国越来越被视为美国实力的战略竞争对手。今年，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情况下，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18.3%。作为回应，美国立法者正在推动对中国实施投资限制，包括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方式、对香港的镇压以及最近的网络攻击。最近，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在两国占有重要地位的许多行业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最近，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技术战中发起了最新的骑射，这可能会对半导体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科技公司华为还面临美国当局的制裁和禁令，这是两国之间长期贸易争端的主题。随着持续争端的继续，许多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大量投资的跨国公司对紧张局势将如何影响全球商业的未来格局感到不安。中国警告美国采取行动遏制北京可能会带来灾难。Bloomberg，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警告说，随着世界两大经济体的竞争，美中关系有可能转向危险的境地。在正在进行的年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刚批评美国用于遏制和压制中国的零和游戏策略，并警告说，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危险的意外后果。部长还赞扬了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指出中俄关系并非针对某种第三势力。尽管拜登总统和习近平在11月的会谈为恢复高层讨论带来了希望，但由于贸易争端和涉嫌间谍气球的指控等问题，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事实上，随着美国最近以违反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为由对40多家中国公司实施出口限制，紧张局势进一步加深。截至2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也受到中国的制裁。北京和华盛顿也一直在台湾、朝鲜以及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指控上交换倒钩。随着关系继续恶化，秦刚重申了中国对俄罗斯伙伴关系的立场，称两国的睦邻友好和战略信任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然而，中国在乌克兰冲突期间增加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引发了对其领土完整的质疑。在上个月中国关于结束战争的立场当中，基辅的盟友迅速驳回了该当，指出了普京的好处。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对面临美国禁令风险的中国公司进行筛查。Reuters， 澳大利亚未来基金 Future Fund 主席彼得·科斯特洛 Peter Costello 表示，该基金正在根据制裁导致的潜在美国投资限制对其投资组合进行筛选。拜登政府计划打击美国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并对其他科技公司进行严厉审查。根据俄罗斯在制裁后西方投资变得毫无价值的事件，科斯特洛认为中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由于中国公司并不知名，未来基金无法找到所有公司，只能找到他所知道的那些。科斯特洛说，这是一个谨慎的理想措施。虽然2430亿澳元的政府拥有的未来基金通过双管齐下关注风险和回报，专注于20年来的基准测试，但没有供应商可以排除。但作为一项投资，它不用于投资规定的行业或公司。在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莱昂内尔·墨菲 Lionel Murphy 的演讲中，科斯特洛谈到了基于恐惧的政策造成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输赢类型的分叉，而不是气候变化谈判往往涉及全球社会的双赢局面。许多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纯粹的商业对手，而不是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是基于恐惧的政策的起点。科斯特洛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在政策制定中要有目的，这样他们就不会散布恐惧或限制竞争。中国表示支援斯里兰卡债务计划，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铺平道路。Bloomberg， 在中国承诺就债务重组提供充分保证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为斯里兰卡提供了29亿美元的救助。消息人士称，占该国双边债务一半以上的中国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布了对债务重组的书面支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向债务可持续的国家提供财政支援。对于那些债务不可持续的国家，只要官方双边债权人同意接受改善债务可持续性的步骤，资金可能仍然可用。斯里兰卡被迫增加税收，放松对货币的控制，并削减能源补贴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它已经能够缓解供应短缺，
但在财政上仍处于困难状态。去年的违约引发了人们对该国债务重组的担忧，因此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决方案。贷款现在可以创造一条更稳定的道路，救助后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资金。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获得批准，将为更多资金和斯里兰卡期待已久的债务重组铺平道路。州长 Nandala Wickremesinghe 没有对这笔贷款发表评论。斯里兰卡总统 Ranil Wickremesinghe 的办公室拒绝发表评论。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业和汇款的回升，陷入困境的经济体预计，到2023年底，通胀将降至个位数水准。石油因供应担忧而小幅上涨，中国需求希望。Reuters 由于担心闲置产能有限、俄罗斯供应不确定性以及中国需求复苏，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0.5% 至每桶 86.58 美元，而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上涨 0.4% 至每桶 80.76 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有望连续第6个交易日上涨，这是自2022年5月以来最长的涨幅。对供应短缺的担忧源于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的评论，即有限的闲置产能使全球市场变得脆弱。1月和2月中国石油贸易相关数据将于今天公布，交易员希望在北京解除疫情控制后看到需求复苏的迹象。与此同时，美国原油和产品库存报告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路透社的初步调查显示，上周有所下降。亚洲和中东被雪佛龙确定为北美原油生产商的关键地点，这些地点受益于正在增加的新炼油能力，导致原油加工增加。雪佛龙还明确表示，它将倾向于优先考虑勘探而不是股息增长的战略。资料框在中国全国人大议会会议上寻找什么 ？Reuters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NPC 已经召开了1年1度的会议，预计政府人员将发生变化。习近平的忠诚者被认为不如他们的前任改革一时。保皇党何立峰可能成为负责经济投资组合的副总理。而国有银行高级官员朱鹤新预计将取代易纲担任央行行长。李强将在最大的人事变动中被确认为总理。全国人大是中国的国家立法机构，但实际上，执政的共产党拥有更大的权力。中国还设定了今年经济增长的适度目标，约为 5%， 低于许多分析师的预期。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do.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